1,000 pictures. One good girl is worth 1,000. 这是 Vogue 2014年轰动一时的坎爷和卡戴珊的婚礼封面，你们第一眼看到什么感受？可以打在弹幕上。我的感受是，气场这个东西，光靠衣服还真的是撑不出来。虽然现在俩人已经离婚了啊，但在当年，作为时尚行业金字塔顶端的美国版 Vogue， 竟然把封面送给了一对网红夫妻，直接引发了时尚圈和娱乐圈的一整个地震。卫报甚至直接做了一个恶搞版的封面。时代周刊说的更直接，猪都飞上天了。要知道，美国版 Vogue 主编女模特 Anna Wintour 对卡戴珊一直不感冒，曾经说卡戴珊一家没有任何风格可言。那么这次让这样的流量网红登上封面，是否也是 Anna 对于时代的妥协呢？很多人因此质疑 Vogue 还是从前引领时尚的 Vogue 吗？大家好，这里是天才女友。本期我们继续来说时尚圈女魔头 Anna Wintour 凭借野心和毅力站上时尚行业权力巅峰之路。上期我们说了她是如何从一个拼爹的信托宝贝，在职场中因为锋芒毕露而屡次被锤，之后凭借她父亲祖传的魔头秘方，拿下了她梦寐以求的工作，当上了美国版 Vogue 主编的。我们的女魔头系列上片发布之后，反响超出我们的意料，很多同学把它当做职场通关秘籍看，竟然有奇效。还有同学说安娜亲身演绎了什么叫反内耗人格，也有人在讨论个人努力和拼爹背景到底谁更重要，更有大量潜水的 INTJ 和天蝎座在其中找到了深度共鸣。甚至有外文艺术书店老板加了明总微信，说安娜这本自传因为我们的视频被卖爆了。这些都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毕竟这个系列的高潮还在后面呢。本期我们再来说说女魔头是如何力排众议，把卡戴珊等一众网红捧上了时尚圣经的封面的，以及她是如何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最终权力意识觉醒的。Chapter 4， 天生的主编。实际上，安娜作为主编的能力，圈内也并不是没有质疑声的。你们觉得作为一个专业时尚杂志的主编，最核心的能力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有点超纲啊，大家猜一猜也无妨嘛。在我看来，这真的是世界上要求素质最全面的岗位之一。你不仅要有对内容的审美和创意，还要有网罗优秀人才的管理能力，又要有商业资源的整合能力，还得有最重要的超前时代的远见。也就是说，你要同时是个文化人，一个统帅，一个商人，一个外交家，以及一个能预见未来的创造者。好吧，说实话，各行各业做到大佬，好像拼的都是综合素质。而最后一点，通常是区分顶级主编和普通主编的分水岭。安娜的厉害之处也正在于此。要想看出安娜作为主编到底比普通主编强在哪，我给大家看3张图，你们应该立马能 get。比如这是安娜当上 Vogue 主编后推出的首个封面，这个封面你们现在看是不是很稀松平常？但当时它可是引发了时尚圈无数的争议。一本全球最顶尖的时尚杂志，除了模特头发都吹到脸上了不说，竟然用几十美元的 Guess 牛仔裤搭配价值过万的拉胯高定。在那个年代，这种高和低的搭配方式从未在任何一本杂志封面上出现过，而让众人惊掉下巴一直是安娜最喜欢做的事儿。我想给大家看的第2张图是1989年女魔头领导下的这张 Vogue 封面。在那个所有时尚杂志封面都只是超模的时代， Anna Wintour 竟然把明星放上了封面。今天我们的明星登上时尚杂志封面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但在当时那个所有时尚杂志封面都只是超模的年代， Anna Wintour 是第一个把明星放上封面的人。而且第一个登上封面的明星竟然没有选和 Vogue 的经典气质更符合的奥黛丽·赫本或者 Grace Kelly， 而是选择了1989年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麦当娜。89年，麦当娜可是刚发布了她职业生涯中最受争议的那首 MV Like a Prayer， 和性、宗教、种族相关的一系列意象都精准地踩在了当时尖锐的时代矛盾点上，直接导致了基督世界对麦当娜的抵制，以及赞助商百事可乐的扯淡。面对这样的争议，Anna Wintour 却赢了上去。Getting quite a bit of criticism for my first Madonna cover, and that she's not Vogue, she'll never sell, and it was a little bit risky, and it was up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like 40% on the newsstand. 有关这个封面的更多幕后，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上一期《封神之作》中的解读。安娜比所有人更早的看到了这个趋势，那就是在一个即将到来的娱乐至死的年代，把明星和时尚结合在一起，可以把时尚行业拱入大众视野的中心。安娜曾在采访中说过，我不想把 Vogue 做成一个只能走经典路线不会犯错的杂志，你必须时不时做出有争议性和时代文化紧密相关有分量的内容，大家才会关注你。接下来包括 Michelle Pfeiffer、
Richard Gere、Sharon Stone、Winona Ryder 等一系列当红明星都开始陆续登上 Vogue 的封面， Vogue 编辑们也一跃成为明星的造型师。我想给大家看的第3张图是1993年的这个封面，其中你能看到安娜对于封面明星的选择向来都是大胆而不落俗套的。安娜甚至不惜砍掉她最爱的超模之一 Cindy Crawford 的泳装大片，直接换成了当时受全世界追捧的皇室贵族戴安娜王妃在尼泊尔拍的照片，哪怕那只是一个旅行社的抓拍照。那你可能想说了，这些虽然是明星和皇室，但毕竟还是优雅的。那卡戴珊这样靠博眼球取胜的网红，又是怎么登上 Vogue 封面的呢？那就得从安娜路人皆知的对于内容的野心说起了。我先带大家来看看，在国内从未曝光过的安娜在职业生涯早期自己作为时装编辑拍的几组时尚大片。看完这一趴，你就明白了她到底想用时尚来表达什么，到底有什么是她和别人不一样的。这是安娜在职业生涯早期作为一个时装编辑时在纽约杂志拍的大片。在她的大片里，你永远会看到比服装更多的信息。比如这组名叫 Wait Until Dark 的大片中，他用极其大胆和极富争议的方式，让模特女扮男装，拍出了纽约繁华夜生活的声色和欲望。要知道，当时可是纽约夜生活登峰造极的时代，传奇夜店 Studio 54成了全世界夜猫子们最想进的明星俱乐部，里面的纵欲和声色犬马，让所有挤不进去的人浮想联翩。在这组 Strong Suits 的大片中，展现了安娜当时有多爱拍职场女性。那是因为80年代女性浩浩荡荡地进入职场，安娜抓住了这个群体当下的那股活力。我一看她写的编辑语录，这绝对是安娜 Wintour 亲手写的。那些喜欢待在背景里的人就当背景吧。这里我要给你们展现的是那些站在背景前的女性的穿着，她们的风格不能被任何模子所定义。这是不是一听就很像女魔头的语气？还有在这组大片中，安娜极富创意地把城市地标、艺术家具和时装结合在一个镜头中，城市如同时装造型的背景布，而这样的画面组合，几十年后的时尚创意人依旧在用。虽然安娜声称自己是个糟糕的时装编辑，那是因为她对于时装细节的把控，并没有像她对于时装文化的洞察力那么强，后者才是她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大家看看在她早期的大片中是不是就很明显了？安娜真的喜欢在大片中加入各种和城市相关的人文元素，她把时尚模特和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等放在一起合拍大片，就为了展现出纽约街头各种阶层、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接踵摩肩的现实和活力。在她成为 Vogue 主编后，这种喜好在美国版大片中随处可见。比如这组美国版 Vogue 拍的中国主题的大片，用的也是这种人群战术。虽然依旧有很多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但你不得不说，安娜对于城市人文的喜好还是非常明显的。看完这些大片，你明白 Anna Wintour 作为主编的野心是什么了吗？她到底想用时尚来表达什么？卡戴珊能登上封面，和当年麦当娜能登上 Vogue 封面，职业女性、建筑工人能登上时装大片的原因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因为 Anna Wintour 想要抓住时代的脉搏。That I think is what's so important in this job, is to have the right kind of instinct and gut reaction to produce a magazine that is of the moment, that just captures what's going on. 从这个早年采访中也可以看出来 ，capture the moment， 捕捉时代，是安娜一贯的信念。这也是我非常认同的一个观念。时尚就是时代的镜子，如果它不能反映当下的时代，它就不能被称为当下的时尚。而正因为安娜决意要每一步都走在时代前端，在时尚圈内众所周知的，安娜是最早拥抱互联网的主编之一，以及最近这次安娜在为 Vogue 中国挑选主编时，也是以是否能做出年轻人喜欢的内容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我认为正是安娜这一份想要捕捉时代的野心，才成就了美国版 Vogue 和 Anna Wintour 几十年职业生涯的辉煌。这不禁让我想起知名剧作家赖声川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什么是创意？创意就是出一个题目，然后解这道题。简单的题目创造简单的挑战，复杂有深度的题目会创造复杂而有深度的作品。平庸的头脑只能看到答案不对，而伟大的创作者能直接看出题目不对。你的题目决定了你创意的高度。我最佩服安娜的一点是，安娜作为一个大写的 fashion people， 虽然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审美偏好，然而却决定要放下自己的鄙视链，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无论是品味不高的某些网红，还是欠缺时尚度的某个流量明星，安娜觉得，如果他们是这个时代大家用脚投票的结果，那就去呈现它吧。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美化他们，但你不能回避他们，因为如果你忽略了他们，那时代也会忽略了你。
道理大家都懂，但能做到放下自己的个人偏好还是很不容易的。像安娜这样一个个人意念如此强的人，能做到这一点，还是因为她给自己出了一道更难的题。别的主编给自己出的题可能是如何做一本最赚钱的杂志，或者如何拍出更美的时尚大片，而安娜给自己出的题却是如何能撩拨当代人的神经，如何能和时代脉搏深度共振。正是这样的题目孕育出了全球最赚钱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本杂志，也因此它可以一次次重新定义了时尚杂志的内涵，成为了一个成功跨越几个时代的缩影。安娜说她没有时间写自传，那是因为她下定了决心要一路向前，无论到什么年龄都要站在时代的前端。真是永远放不过自己的人啊！无论她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但这种野心已经足够让人为之动容了。如果说这一章的内容让你看到了安娜作为一个主编的内容操守和坚持，那接下来你就会领教，多有理想的人都难逃金钱这根鞭子的鞭挞。理想越崇高，现实越惨烈。女魔头看着呼风唤雨，背后也要低头被教怎么做事儿。那些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日子，安娜从不跟人说。Chapter 5 Follow the money 跟钱走。让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女魔头 Anna Wintour 是资本家还是打工人呢？觉得是资本家的扣1，觉得是打工人的扣2。实际上女魔头也是有她的老板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她和我们一样都是天选打工人。女魔头效力的康德纳斯集团可以说是杂志行业中最闪亮的星，包括纽约客、名利场、Vogue、GQ、Wired、AD 等一众知名杂志都隶属于她，是一个光环大到连总部招个助理都要常青藤毕业生的内容大厂。而这个内容大厂还是一个不上市的顶豪家族企业，也就是我们生来有钱那期视频里介绍过的 Tsai Newhouse 的家族。他的爷爷正是女魔头的老板，我们以前都习惯叫他新房子。女魔头的老板新房子2代是出了名的只认钱不认人。之前圈内流传很广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世界各版本 Vogue 的主编一旦对于新房子来说没有赚钱的价值了，就会被冷酷的裁掉。而新房子裁人的方式也很夸张，很多主编都是从别人口中或者是电视新闻里听到自己被炒鱿鱼的消息的，有的甚至被炒鱿鱼后还被新房子直接送去了精神疗养院，简直是 PUA 的天花板了。你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1997年，就在安娜当上美国版 Vogue 主编的第9个年头，可能会被无情抛弃的阴影也笼罩到了她的头上。给安娜制造麻烦的不是别人，而是她上任后与她搭档的出版人，也就是杂志卖广告的头，名叫 Galati。要说这 Galati 故事也不少，他是曼哈顿著名的商业大佬，天天开法拉利不说，还交往过一系列著名女友，其中就包括我们都看过的《欲望都市》原作的作者 Candace。聪明的你们猜到了吗？这个 Galati 就是《欲望都市》里面 Mr. Big 的原型。你们说谁比较帅？安娜上任不久，就和 Galati 出现了一个重要矛盾点：安娜不愿意为了商业利益妥协内容的独立性。这是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比如 Vogue 今天要出一个白衬衫专题，那安娜会坚持从纯内容的角度去选择最能凸显主题的不同品牌的白衬衫，而 Galati 则认为都是白衬衫，差别也没那么大，选金主爸爸的不是更香吗？这里我要普及一下，这也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就是做这行的人啊，很多时候对于细节的敏感度要远远大于其他人。很多时候时装编辑觉得完全不一样的2件衣服，在大众看来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比如这2件白衬衫，你们觉得它有区别吗？再加这一件呢，你们觉得有区别吗？好吧，差别确实很细微，哈哈哈。但如果你每天的工作就是找衣服之间的区别，那你的眼睛可能就是会比别人要敏锐很多。安娜和 Galati 各有各的立场和道理。安娜考虑的是内容如果丧失了独立性，就伤了用户，谁给钱你就推荐谁，那用户以后谁还信你啊？出版人考虑的则是如果金主撤单了，那你也没钱做杂志了。你们觉得哪个更重要呢？又是一个关于鸡和蛋的两难问题。但杂志的钱跑了，老板可不干。于是安娜的位置岌岌可危，所有人都在等着看安娜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Mirabella， 就是那个从电视里得知自己被辞退的前主编。于是 Galati 和新房子约安娜吃了一顿可能是她职业生涯中最难下咽的工作餐。席间，安娜就记得新房子说了一句话 ：“I suggest you follow the money。”我建议你最好跟着钱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新房子说这句话时的表情。据说安娜听到这句话时倒是面无表情，这也很符合她从来不在脸上暴露任何情绪的风格。
然而回到办公室后，他立马变了个人。首先，他开始全力支持商业，加强和 Galati 的配合，甚至抽出大量时间主动拜见重要客户。其次，为了增强自己在商业世界的影响力，他借推广时尚大奖的机会，带着邦辰等6位世界级超模到纽交所开市，吸引了所有交易员的目光和记者的聚光灯。这一次危机中，安娜再一次展现出了她识时务，可以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超越和转化自己的核心能力。她意识到了，无论多么优秀的打工人，要获得职业生涯的安全感，不仅要在内容上证明自己的能力，更关键的还是要掌握核心资源。她需要让 Vogue 的商业命脉和自己的个人影响力紧紧绑在一起。安娜明白了，她必须拥有权力，才能让自己无可取代。这一刻，在我看来，就是爱发女的权力觉醒吧。那么下期我们将进入女魔头系列的终结篇，我将揭秘 Anna Wintour 是如何在影视界、商界和政界编织自己的权力网络，并且用捧和杀这样的双刃剑，在全球时尚行业内建立起她的权威和威慑力的，并且最终成为这个行业让人闻风色变、又仰慕又恐惧、拥有终极杀伐权的女魔头的。好啦，最后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